巴黎夜未眠，王一博如何用一身宝蓝改写东方时尚的叙事？说实话，每次提到巴黎时装周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可能都是那些高高在上、略显疏离的 T 台画面。但这一次，当聚光灯骤然亮起，王一博以罗意威 Loewe 全球品牌代言人的身份登场时，我真心觉得整个秀场的空气都凝固了一秒，随即又被一种难以言喻的狂热点燃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看秀，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时尚突袭。他出现的那一刻，真的如同一阵惊艳的风暴，瞬间席卷了所有媒体和观众的视线。我个人一直关注他在时尚领域的表现，但这一次，我必须得说，他带来的冲击力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你以为已经熟悉了一位老友，结果他在某个转角突然换了一副面孔，却依然让你心动不已。这不仅仅是流量的胜利，更是一种气场的绝对压制。他站在那里，不需要过多的言语，就已经成为了秀场最亮眼的东方面孔。外媒评价他重新定义了顶流光环，在我看来，这绝非过誉，这简直就是一场教科书级的演绎，告诉世界什么叫做人穿衣，而不是衣穿人。咱们再来细细拆解一下这身造型，说实话，这绝对是一次时尚的冒险，甚至带着点赌徒的意味。王一博身上这件宝蓝色的防风夹克，颜色选得太大胆了。宝蓝色这种色调，稍微驾驭不好就容易显得俗气或者老成，但穿在他身上，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科技感与高贵感的混合。更绝的是里面的搭配，3层叠穿，每一层都像是经过精密计算的。宝蓝夹克内搭橄榄绿连帽卫衣，最里面还有黑色高领 logo 打底衫。大家想想看，蓝色配绿色，这在传统色彩学里可是有点犯忌的，但王一博偏偏就用这种冷暖色调的剧烈碰撞，引发了一场视觉盛宴。我个人特别注意到领口和袖口外露的那些绿白条纹织带，这些小细节恰到好处的点缀其中，既打破了纯色的沉闷，又增加了整体的层次感。这种层次感不是乱堆砌，而是有着极高的时尚智商在背后支撑。哑光的科技面料在灯光的折射下，展现出微妙的渐变效果，这种质感在镜头里尤其吃香。几何剪裁的设计，巧妙地将品牌100年的工艺底蕴与现代先锋精神结合在了一起。看着这身衣服，我忍不住感叹，时尚与传统的融合，原来可以做得如此不露痕迹，既有街头的不羁，又有高定的精致，这种平衡感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拿捏得住的。如果说服装是战袍，那发型就是灵魂。这一次，王一博的发型突破性的成为了全场的焦点，甚至可以说是那个羊毛卷彻底点燃了社交网络。那一头蓬松的羊毛卷搭配微卷的刘海，随意中透着极致的精致。说实话，刚看到图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因为这和他过去那种凌厉、干练、酷盖的形象反差太大了。但这种反差恰恰是最迷人的地方。这种发型与巴黎春日的绿荫背景相得益彰，瞬间营造出一种文艺慵懒的气质，仿佛他不是来参加一场紧绷的时装秀，而是来赴一场老朋友的下午茶。手中拿着复古相机的他，被摄影师捕捉到的瞬间，仿佛时间都静止了。我特别喜欢那组黑白影调的照片，法式胶片质感扑面而来，完美呈现出他宛如漫步在塞纳河畔的诗人少年的形象。这种形象的颠覆，让我感受到他作为艺人的可塑性。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唱跳俱佳的偶像，更是一个能够承载复杂情感，能够诠释不同美学风格的艺术家。这种风情比单纯的帅要耐看得多，也深刻得多。咱们再把视角拉远一点，看看这次亮相在行业里激起了多大的水花。作为跨足3大国际集团的中国代言人，王一博此次亮相巴黎时装周引发的关注，可以说是全球性的。我看过现场的视频，那些外媒摄影师为了争抢一张生图，喊声几乎要掀翻了屋顶，那种疯狂的程度，真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。这不仅仅是粉丝的狂欢，更是专业媒体对他认可度的体现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品牌 CEO 亲自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相关视频，盛赞王一博为东方美学的最佳异界者。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，可能圈外人不太清楚，但在时尚圈，这简直就是最高级别的通行证。这意味着品牌方不仅仅把他当做一个带货的流量明星，而是把他视为品牌精神的一部分，一个能够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。这使得他的国际影响力再创新高，也让我个人感到一种深深的自豪。看到中国面孔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如此核心的认可，这种感受真的比看任何一部爽文都要来得真实和激动。时尚评论人这次的点评也相当犀利，我觉得他们真的读懂了王一博，也读懂了罗意威。
评论指出，王一博的这套造型将罗意威去符号化的设计理念推向了巅峰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不再依赖巨大的 logo 来彰显身份，而是靠剪裁、质感和穿着者的气质。防风夹克打破了传统正装的束缚，将运动元素与高定工艺相融合，这其实是在突破阶级标签的限制。过去我们总觉得高定是严肃的、距离感强的，但王一博用一种自然不拘的演绎风格，恰到好处的与品牌的反精致哲学产生了共鸣。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种反精致，它不是邋遢，而是一种松弛感，是一种我很美但我不在乎的自信。这成为了他时尚履历中又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光时刻。看着他在镜头前那种游刃有余的状态，我真心觉得他是在享受时尚，而不是被时尚消费。这种态度才是他能够长久立足于国际时尚圈的根本原因。从舞台的王者到时尚的 icon， 王一博总是以突破性的造型刷新着行业的认知。回顾他这几年的路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稳，但每一步又都让人意想不到。这次在巴黎时装周的亮相，不仅仅是品牌与代言人的双向奔赴，更标志着中国面孔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话语权日益增强。过去我们总觉得是我们在追赶西方的潮流，但现在像王一博这样的艺人，正在用东方的审美去影响西方的设计。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，虽然缓慢，但力量巨大。我有时候会想，未来他还将带来多少惊喜？全网都在屏息以待，而我更期待的是，他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，让更多优秀的中国设计师、中国美学元素被世界看到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个人秀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。最后，我想说说这次造型给我带来的个人感受。在这个快节奏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太容易审美疲劳了。但王一博这次的巴黎之行，像是一剂强心针，提醒我们时尚依然是可以打动人的，依然是可以有温度、有故事的。那身宝蓝战袍，那头慵懒的羊毛卷，不仅仅是衣服和发型，它们是一种态度，一种敢于打破常规、敢于定义自我的态度。作为观众，作为粉丝，或者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时尚爱好者，看到这样的表现，心里是会泛起涟漪的。它让我们相信，无论身处哪个领域，只要足够专注，足够有勇气，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王一博在巴黎的这场秀已经落幕了，但他留下的余温恐怕会持续很久。对于未来，我没有任何怀疑，他一定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。因为从他眼神里，我看到了那种对舞台、对时尚、对生活的热爱，而这种热爱是装不出来的，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讨论王一博的巴黎造型时，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？是在讨论一件夹克的颜色吗？是在讨论一个卷发的弧度吗？不，我觉得我们是在讨论一种可能性的边界。他在告诉我们，东方的男性魅力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方式，可以是温润的，可以是锋利的，也可以是像这次一样带着一点点慵懒和诗意的。这种多元性的展现，对于整个华语娱乐圈的审美多元化都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。我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像他这样的艺人，敢于尝试，敢于冒险，不给自己设限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文化输出才能更加立体，更加丰满。巴黎的夜虽然深，但王一博点亮的那盏灯才刚刚亮起。接下来的路还很长，但只要有这份初心和实力在，我相信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会是那个最耀眼的存在。这不仅仅是对他的祝福，也是对我们所有期待中国时尚崛起的人的一种共勉。写到这里，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他拿着相机在街头漫步的画面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，更像是一个捕捉生活的观察者。这种身份的转换，或许才是他最迷人的地方。他懂得在喧嚣中保持安静，在繁华中保持本真。这身宝蓝战袍终究会换下，但这种对时尚的深刻理解，对自我的清晰认知，会一直伴随他走下去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能见证这样的成长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期待下一次他再次站在世界面前时，又会交出怎样一份让人拍案叫绝的答卷。毕竟，对于王一博来说，惊喜从来都是常态，而不仅仅是期待。